如何组合出一台最强的高达？现在高达作品出了这么多了，每一座机体都有自己的特点，有擅长清兵线的，有擅长打要塞的，有操控方式比较拟人的，有机体限制了驾驶员的，还有专门重启世界的。如果我们将这些机体的优点聚合到一起，并假设所有的技术都能兼容，如此造出一台完美的高达会是什么样呢？今天就让我们来随便歪歪一下吧。造一台高达，首先要从内部的结构开始。那么最佳的选择，我认为就是独角兽的全精神感应框架，可以直接读取驾驶员的脑电波，进行各种细致的操作。同时呢，还能夺取对手浮游炮类武器的控制权。实在打不过了，还可以试试引发个奇迹啥的，算是兼具科学与玄学的最佳选择了。系统方面，在以精神感应框架为基础的同时，我们给驾驶员也配备了生物电脑，让机体与驾驶员的配合更加和谐。再配上零式系统，辅助驾驶员对战场局势做出预判，再配上自由高达的锁定雷达，便于清杂兵。然后呢 ，X 高达的贝塔机指挥系统也配上，让他们成为大型的浮游炮。如果觉得操作不方便，还可以往贝塔里边埋入哥哥姐姐们，让他们自行判断以及行动。最后以防万一，把导 A 系统也放进去，驾驶员不行的时候，就一切交给系统吧，开月光碟啥的兜个底儿。动力源方面，我们也优先考虑导 A 的坍缩炉吧，毕竟这玩意儿还是有很多未知性能没有解锁呢。我们这台高达要带动的装备太多，也就只有它能带动得了了，估计。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搭载太阳炉，这样就可以改变机体的重量，达到不使用推进器也能飞行的效果。这么说来，Transam 系统也不能少，直接整 00Q 的，不但能超频，还能直接量子化。当然了，除了 Transam 的短距离爆发速度以及远距离跃迁，还要考虑中距离的迅速推进。这个时候就需要米诺夫斯基推进器出场了。为什么不用 SEED 系统的光辉传递者呢？因为米推不但有光翼，速度快，而且它的光翼还能当武器，这样更全能一些。然后是机身，我们选择高达 W 的高达尼姆合金，非常结实耐打的同时，还能将本体重量控制在10吨以内，以保证这银离子超频耗干以后依然有充足的机动性。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给外甲通透电，达到 PS 装甲抵抗实弹的效果，再在装甲表面涂上铁血的反光束涂层，最后再在机身上配置 GN 立场生成器。这样的外甲想要打穿，至少要先用强光束武器破 GN 立场，再使用实弹武器破反光束涂层，再用非常强力的光束来破具有 PS 装甲性质的高达尼姆合金。只要驾驶员不是3流技师，应该都不会同时被这些武器打中的吧？当然了，打中也没事儿，我们可以给装甲再加入导 A 高达的纳米科技，形成纳米皮肤，使其拥有知性，进行自我修复，并根据伤害来源协调 PS 装甲与涂层之间的作用力度，这样就安全多了。武器方面 ，DX 高达的月光炮肯定是不能少的，零式飞翼的双管步枪也保证了手持武器的出力，腰间的效仿自由放俩磁轨炮，双手两侧呢则配上加特林，保证实弹输出，头部放一个 ZZ 的脑浆炮，方便驾驶员头看向哪儿就能打哪儿，背后再配上一对翅膀，保证华丽度的同时，还能搭载小型浮游炮搞偷袭。同时背包也支持光子鱼雷的使用，保证一定的魔法输出。腿上也搭载上导弹舱，确保有中距离激光制导武器可以使用。正面也配上光束刃吧，万一需要踢人呢。最后后勤方面配上 AGE 的黑科技 3D 打印，战场上发现需要什么特殊装备时，赶紧打印一份带上，这样机体的特化问题也能解决了。至于这个组合出来的高达长什么样，因我的 PS 技术实在是搞不定，看看评论区有没有大神能 P 出来吧。这时可能有人问了，百密必有一疏，如果高达就是没打过对面，导 A 系统又被对面针对了，怎么办？那这样吧，咱们再在驾驶舱里边放一个多蒙，如果发现形势不妙，直接放多蒙出去把对面给手撕了，这样就完美了。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哎呦我去，这腿也忒灵活了，这手的安装难度也是要命。古人有句话说得好，强是一时的，帅是一辈子的。虽然在大多数场合这句话确实没毛病，但换到拼装模型这里，那可还真就不一定了。简单来说，像 MG 钢坦克、龟爸这样的审美比较特殊的机体，一旦你拼了它的内构，就会由衷的感叹，外表在细节面前简直不堪一击。而有的模型一旦拼装手感拉胯，把玩体验糟心，那一般人对这款模型的评价就会直线下降，只能撂下一句摆在那站尸挺好来安慰自己。今天要介绍这款 MG AG12 特务队样式模型也是同理，整体外观和配色真的是非常戳我，但真的入手拼完了以后，一下就联想到那同为海老川设计的其他几台机子了，尤其是 MG 能天使那一家子，突出一个软骨病晚期。我的老粉丝大概都了解我对 MG 能天使一家子是有多嫌弃，之前年年评最不喜欢的模型，他们一家子都得上榜。接下来我就来给大家聊聊能天使的这位近亲 MG AG12 的表现如何吧。Hello， 大家好，我是老 P， 新的一期奶袋工厂说开始就开始。
咱们先来看看外观，整体的设计风格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海老川了。棱角分明的结构设计，外观上呢又一眼能看出来未来科幻风的味道。这种典型的海老川味儿啊，那真的是隔着屏幕那味儿都能窜鼻子那种。而且其实海老川设计的机体啊，都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在设计之时呢，会考虑做成模型之后要如何兼顾模型的可动。所以按理说啊，他笔下的设计模型化后，应该是非常适合把玩摆造型的。可不巧的是，他偏偏赶上了万代 MG 迭代最糟糕的那个时期，也就是抛弃了 MG 2.0 的骨架设计，将内构设计的非常简洁且模块化那段时间。代表作啊有能天使一家、C 的吴小强、EW 吴小强以及独角兽系列等等。当然了啊，也包括咱们本期要讲的 AGE 系列。那个时期不但骨架设计的单调乏味且重复，还赶上了万代逐渐抛弃 PC 架的过渡期，而新材料呢又没有调教好，导致从10年到15年这一整段时间内，大多数新设计的模型啊都多多少少要么软骨病，要么关节紧的要命。不巧的是，大多数人气机体还都是那会儿出的，确实有点糟心。咱们接着说 AGE2 的外观，其实有一点啊我特别喜欢，那就是位于肩胛上的这4块机翼。与传统的背包机翼不同，这种设计在肩膀上的机翼远看有那种背包机翼的帅气感，摆造型时呢又能让机翼随着手臂摆出更多的姿势。我个人认为啊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设计了。另外背后的这个尾翼设计也是非常的别致，乍一看呢特别像 F1 赛车的那种尾翼。一开始啊我单独拼到这儿的时候总感觉有点违和，但当我拼完全身以后，结合后裙甲那种类似于导流版的设计，整体的观感啊还是相当不错的。接下来啊咱们来看看可动。头部的可动相对比较一般，驾驶舱的展开结构还是比较特别的。要先将上方的防护板抬起，再依次打开驾驶舱上方和下方的盖板，就能看到里面的驾驶员了。这个防护还是挺到位的哈。手臂平台能够超过90度，曲肘能够摸到肩膀，手腕也有独立的可动。手型呢是那个阶段常见的4指替换手，腰部有一定的可动，不过角度很小，而且手感非常松软。前踢将近90度，侧踢差不多80度，后踢将近90度。屈膝差不多140-150度吧，不过可惜的是，为了照顾变形结构，膝盖盖板并不能随着腿部联动，需要自己手动调整。而且这个小腿啊，真的是非常容易前屈或者脱出，手感也是软软塌塌的，把玩起来啊特别难受。脚的设计和能天使很像，接地还算不错，同时也一样会很软。最后肩上的翅膀可以进行一定角度的调整以及一定的展开。接下来啊，咱们来看一下变形设计。值得庆幸的是，这款模型并不是无脑的一趴变形了，不过变形的过程呢也是比较的糟心。肩部的这个盖板零件啊特别容易掉，拉出肩胛后的这个缩头，确切的说是胸部上提吧，也不是那么的丝滑。肩膀这里呢更是该松的地方紧，该紧的地方松，转起来啊要特别的小心。胯部的这个外拉有点像 Z 高达的感觉，外拉后呢借由卡扣可以将腿固定在裙甲后方，然后呢将这个小腿拉出折叠，记得啊要将小腿这里这个零件给拉出来，才能折叠到位。再用造型手握住这个拉出的手把，这里呢也是挺难操作的，4指替换手特别容易掉，而且越掉越松。最后调整一下脚掌和机翼，再把光束步枪放到胸前，变形就完成了。MA 型它的造型还是挺不错的，至少不会像那些一趴变形那么抽象。最后再来看一下冰人，给了2个男主的冰人，应该是一个少年期一个青年期吧。好了，以上就是这款 MG AGE2 特务队样式的模型评测了。正如标题所说的，这款模型可以说是除了帅找不到任何的优点了。本来那个时期的模型设计的偏软，这又赶上了变形结构，把玩手感啊真的是非常的糟糕。想入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哈。OK， 今天视频这么多，我们下期再见。一眨眼10年过去了，这期间万代也用新技术出了几十台通贩 MG。可为什么每当有人问我想买个 MG 有什么推荐的时候，我还是会第一个推荐卡牛和卡莎呢？刚好啊，前一阵有一个老板找我这边的小伙伴代工了一套卡牛卡莎，而且啊，由于老板非常喜欢内购，所以要求是一半带外甲，一半只露出内购的，还要配上仿酱牛酱莎的底台。我一看这挺合适啊，刚好能从里到外的把这俩经典模型给看一遍了。相信通过这次介绍，也能让大家理解为啥卡牛卡莎至今仍是 MG 界的扛把子了。其实这些年代工做下来啊，我也对有代工需求的部分玩家的购买取向有一个基本了解了。要说量最大的还是独角兽，光 PG 我就做了小10台了。其次呢就是卡莎了，是的，卡莎要比卡牛的代工量要多很多，也就是说买卡莎的人啊其实是更多一些的，搞得全网都在涨价。所以现在拼多多搜万代 MG 卡莎，价格呀都要510左右。当然了，卡牛也是全网涨价，现在拼多多搜万代高达模型，卡牛价格啊要330块左右。大家想买的话，其实只要叠一个券就是全网最低价了。而如果要简单概括一下卡牛卡莎好在哪里，那我觉得就是它基本做到了全方面的强。其实如果说单论内购，
卡牛卡莎虽然是 MG 里数一数二的，但我觉得啊，前面至少还要排一个钢坦克和龟霸。可是这两个机子的外观呢，又比较朴实无华吧，所以就算内购再好，外观就把一大部分买家给刷走了。而卡牛卡莎呢，不仅内购细节丰富，随便比图一下都是能有不错的表现。他们的外甲更是有着不少镂空分色和细节处理，加上他们本身机设就非常出色，可以说是绝对符合大多数玩家的审美了。能做到这一点的 MG 其实就已经是屈指可数了。再看看玩法，虽然有些 MG 产品会有非常别具一格的玩法设计，但卡牛卡莎呢就已经兼具了爆甲、液压杆联动、外甲联动以及特别结构联动了。基本上除了可有可无的一趴变形，买一个卡牛卡莎 MG 拼装的乐趣就已经是全部体验到了。我觉得这也是卡牛卡莎最大的卖点了。如果说外观与内购的协调以及玩法的设计是速组玩家就能够体验到的乐趣，那么对他们进行各种配色搭配，就是面对喷涂党最大的吸引力了。就拿卡莎来说基本上每次有老板找过来，都会提出不同的客制化配色方案。但我这边就做过白纱、黑银纱、黑金纱、金属红纱、电镀红纱和消光红纱，搞得万代出的青花瓷纱我都没时间做呢。而且由于卡莎有着非常多的内购露出细节，所以尽管每次老板都会提出他们想要的大致配色方案，但具体到细节上该如何分色，对于我来说呢，都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像独角兽做个几台我就已经是腻歪的想吐了，可卡莎呢，我是真的是百做不厌。不知其他玩喷涂的朋友有没有这个感觉哈？不过说了这么多优点，我们也不得不说说他们的缺点。一个是软，毕竟他们是赶上万代 MG 最软的那个时期。卡莎还好，四肢粗大，本来就没啥可动，最影响摆姿势的呢，也就是这个脚尖的 C 扣了。而卡牛可就遭殃了，我手里这台还是喷涂完的，拿在手里边就软塌塌的，更别提那著名的一碰就掉的浮游炮了。对，卡牛卡莎的另一个缺点就是容易掉件。卡莎是后腿甲这里以及在展开时呢，肩膀上的喷口和侧裙甲部分都很容易脱出，而卡牛这边呢是背包上的零件以及手甲上的部分很容易掉。而且卡莎是有联动，卡牛是要把外甲卸下来实现爆甲，你还都不能粘死，这不得不说确实挺难受的。但话又说回来，天下毕竟没有十全十美的模型，就算卡牛卡莎有着刚才说的这些问题，但他们的综合素质绝对是 MG 里边 T0 的存在。所以如果还有没做过他们的小伙伴，又最近刚好想要买点模型玩玩，那就不要犹豫，买下他们吧。没拼过卡牛卡莎的胶老人生，真的是一种遗憾相信提到带机械风格大翅膀的高达，很多人第一个都会想到自由高达吧。其实自由高达这种偏机械风的机翼设计，在高达 X 上就已经能看出雏形了。作为在 MG 通贩产品线上紧接着 EW 和 C 的系列之后推出的模型， MG X 高达身上是能看出大量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模块化骨架设计思路的，同时呢也能看到 PC 件逐渐被淘汰的迹象。再加上这款模型有着相当不错的可动以及不少的透明件细节，看点还是很多的。我手里这台更是配色骚气的 X 高达3号机，毕竟通贩 X 高达现在已经快跟这个 PB 一个价了，不如直接上 PB 是不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这台 MG X 高达3号机吧。Hello， 大家好，我是老 P， 新的一期奶带工厂说开始就开始。先来看看外观，对比原色的 X 高达，换色主要集中在躯干和肩甲上面，原配色显得比较简洁干练，而3号机呢则看起来更魁梧一些。X 高达本身的设计，我觉得还是相当有看头的，身上诸多透明件的分布都是在手臂、裙甲或小腿外侧，从侧面看呢有一种瘦身的感觉，很奇妙。再加上其胸部有一大块透明件，剧中使用月光炮时呢，所有透明件还能发光，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后来00高达里边那个 GN 粒子传送带。而后方的机翼在展开后呢，又有几分自由高达机翼的样子，这两种机设又在高达 X 之后的作品中大火，充分说明这玩意儿还是非常有卖点的。只可惜高达 X 这部剧人气太低，导致模型也少有人问津。不过比起这两个标志性外观，我更喜欢的是 X 高达胸部的结构设计以及小腿部分的线条设计。胸部这里棱角分明，加上少量的镂空分色，以及这中间透明件中隐约可见的机械细节，使得躯干整体看起来十分具有科技感。小腿部分类似 W 机体那种简洁弧线，也是我非常喜欢的部分。这种外甲做阴影喷涂，别提多带劲了。本体扎实的美术设计，再加上透明件的点缀和大翅膀的加持，综合下来看
X 高达的整体设计还是相当不错的。接下来咱们看看可动，脖子就是一个双动关节，顶部是球关，可动范围不错。驾驶舱的展开结构比较特殊，肩部有一个大幅度的外拉关节，拉出后手臂有大范围的前倾角度，抬臂轻松超过90度，曲肘160度左右，腰部有一定的侧摆以及前后摆角度，前踢超过90度，侧踢将近90度。后踢45度左右，屈膝几乎是折叠的程度。不过膝关节这里的设计稍微有些突兀，看起来不太美观。另外屈膝时能够看到小腿外甲有一定的联动，只不过那年代常见的大腿根容易脱出的问题，这里也是有继承。脚掌的前后左右接地都不错，从后方背包上可以将枪取下，展开握柄，拉出枪头，打开瞄准镜，就可以变形成光束步枪。而将两边的盖板展开以后呢，就可以当盾牌来使用。背包上的加特林可以向前旋转，做出射击的姿势。光束军刀剑柄藏于背后的炮上，取下来以后配上特效件，就可以还原光束军刀了。X 高达这个粗粗的光束军刀特效件，我还是很喜欢的，看起来就威力很强。最后就是这个背包了，说实话，背包的变形比我想象中还是要复杂一些的，毕竟转轴特别多。不过摸清各个转轴的作用以后，变起来就还算简单。这是将反光板朝后，实现高速飞行的样式。有支架的话，上支架摆个造型还是很帅的。然后调整整个大轴的角度后，再把反光板朝前，将炮展开后架到手上，就可以还原月光炮发射的样子了。最后要说的就是剩余件的问题，这款模型有着大量的剩余件，而且很多都是几乎整版只用1-2个零件的。想想这些都是自己花钱买的，还真是心疼啊。不过有喜欢搭配颜色的，也可以尝试拿废板件拼出不同的配色方案，也算是勉强能接受吧。最后就是冰人了，只有男主的，没有底法的，我不是很认同啊。好了，以上就是这款模型的简单介绍了。总的来说外观设计出色，可动相当够用，还有很帅气的背包，拼装过程呢也比较愉快，算得上是一款比较优质的套件了。喜欢的朋友推荐入一个哦。OK， 今天视频这么多，我们下次再见。